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围棋教学入门第2集，我是林恩德老师。今天我要来讲一下怎么开始下围棋。那么围棋一开始呢是黑棋先下，白棋后走。但是怎么决定谁要拿黑棋呢？那决定谁要下黑棋的方法是有年纪比较大或是棋力比较强的人握一把白棋当然他是握在手上，然后由年纪比较小或棋力比较低者放黑棋在棋盘上拆单双，放一颗呢代表拆单，那放2颗呢代表拆双，然后握白棋的人将手上的白棋整齐排列在棋盘上，比如说这样子。好，那个手握白棋的人呢，把棋子呢整齐排列在棋盘上。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8颗棋子，那8颗是双，所以拿黑棋这个人呢，猜对了，猜对的话，他就什么？他就拿黑棋。那下棋的时候就拿黑棋先下。那假如说，假如说呢，白棋它是7颗棋，那7颗棋呢是单，所以呢，拿黑棋这个人呢，他没有猜对。那没有猜对的话呢，这个拿黑棋猜的这个人就要下白棋。这个叫做猜子。好，那么我们看上面的3颗的棋子，那这3颗棋子只有1颗碰触到最边缘，那它这3颗棋子总共有7个气，那接着这3颗棋子都有碰到最边缘，那这3颗棋子呢总共只有5个气，那接着我们看这3颗，这3颗完全没有碰到最边缘。所以它的气有8个气。好，那这是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呢，气有不同的变化。那碰到边缘的气当然就会比较少。好，接着我们看，继续看。那除了不同位置的气有所不同以外，还有就算你一样。棋子一样多，可是呢，你的形状不一样，那么它们的气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呢，下面左边这3颗棋呢排成一个三角形，那它总共有几气呢？一共有2、4、6、7，一共有7气。然后呢，右边这个3颗棋排成一直线。那它有8气。那值得注意的是，左边这3颗我们在算气的时候，本来是算说我们有几根吸管通往外边。那我们看这里，感觉上它好像有2根吸管通往外边。可是呢，因为它们2个通往外边的是同一个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注意。这个地方你只能算1气，你不能把它算作我2根吸管出去有2气，不能这么算，因为你2颗棋子，你2根吸管，那对方只要1颗白子放在这个位置，他就堵住你2根吸管要通的
气哦，所以它一颗就把你两边都堵住了哦，所以这里只能算一气，因为对方只下一颗就够了啊，这个地方只下一颗就把你的气堵，这边的气堵住。好，那像上面左边的这方块式啊，这个方块式，那么它总共有8个气。好，那这个 L 型的，我们看一下2、4、6、8、9啊，它有9个气。那接着呢，4颗成一条线的啊，它总共有10个气。所以呢，虽然一样，它们都没有碰到最边缘，可是呢，因为形状的不同，它们的气也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哪一种形状，或是哪个位置气会比较多，那哪个位置气会比较少。哦，所以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要实际去了解怎么样去算地。好，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是9路棋盘啊，我们以这盘棋来为例子。那围棋下到最后面呢，一定要把黑白双方的棋子的交界处棋子填满啊，比如说黑棋和白棋的交界，一定要有棋子挡住啊，一定要有棋子挡住。你没有挡住的话，你一定要把它全部下完啊。你看这个白棋和黑棋的边界基本上都全部挡住了啊，互相挡住。好，那挡住以后呢，接着如果你觉得这个棋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下了，因为地也围好了，那边界也挡住了。好，我觉得没有棋可以下了，那我就放一颗棋子在右下方棋盘的右下方就是在棋盘上，但是它不要在棋盘的线里面你就放在边缘，放一颗在边缘。那么代表是说什么呢？代表是说我 pass 了，我觉得没有地方可以下了。那么这个叫做虚手请注意哦，是只能放一颗。如果你放了2颗呢，那是代表认输，就不用算了，不用算地了，就认输了所以千万不要放2颗。好，那如果说你放一颗虚手，可是对方觉得呢，他还有地方可以下，那他继续下，他不虚手怎么办？那当然，如果他继续下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接着下，我们也可以接着下，不是说我虚手以后通通不能下。好，那如果我虚手以后，对手也虚手，那么代表说我们2个都同意我们这盘棋呢没有地方可以下了。那没有地方可以下的时候呢，要做什么事情呢？接着的话，我们要把棋盘上死的棋子拿掉。各位也许在想说老师不是死掉的没有气的，不是都先拿起来了吗？气尽不是就要提取吗？是没错。可是有些呢还有气，可是呢它陷入被对方包围而无法逃走，或是呢你被对方包围，但是你没有办法在里面活棋要叫做活。那这个做活以后会讲到现在先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逃走，或是没有办法做活的棋子，那你被敌人团团包围，那么这些棋子呢，到最后要算地的时候，全部要从棋盘上把它拿起来，这些就算死掉的棋。好，那我们来看这盘棋呢，把死的棋掉的棋子拿开以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算黑棋。那黑棋这边4，然后8，然后13、14，那上面是7。那黑棋围的地呢，它就围的目数是21目。那21目呢，我们的地是要连什么活着的棋子一起算。好，那我们看一下。
黑棋围的地21目，加上它活着的棋子，看有多少？3、4，然后8、11、13、17、20、22。好，所以黑棋活着的棋子呢有22颗。那么21加上22，所以黑棋总共的地是43目。好，那我们看一下白棋围的目数有多少？白棋呢，这边是很简单看出来，这边是10目，然后呢这边也很简单看出来是5目，所以白棋围的目数是15目。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白棋这边活着的棋子总共有多少？好，这边2、4、2、4、6这边是10颗，然后接着这边是6颗，16、18、20总共是23颗。那白棋的15目加上23颗所以总共白棋的地是38目。那这样算的结果，黑棋43目，白棋38目，黑棋比白棋多了5目。那照理讲应该是黑棋要赢，可是呢，因为围棋的黑棋呢，它是先走的，那先走的通常比较占优势，所以呢，为了减低黑棋的优势，所以呢，在围棋里面呢，它规定先走的比较优势，所以要扣掉一些目数。那这个称为贴目，称为贴目。比如说，如果黑棋的地多了5目，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呢，规定贴目是4目半，那么黑棋就赢白棋呢半目，因为5目减掉4目半，所以黑棋赢半目。可是呢，如果规定是贴目是5目半，那么黑的地只有多5目，那贴了5目半以后呢，那黑棋反而要输白棋半目。那为何贴目都要有半目的？那是为了避免和棋，就是尽量不要和棋。比如说你没有半目的话，如果今天是规则刚好贴5目，结果变成什么呢？黑棋43贴5目也变成38，那白棋也是38目，结果这样就会导致和棋。好，那我们不希望和棋的情况下，所以呢，特别把那个贴目呢都带有那个半目的。至于呢，这个要贴几目的话，就各地的那个规定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就要看当时的规定是怎样，再决定说要贴几目。好，那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也非常欢迎您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部影片见。